要在这块10年前的主板安装 M2 接口的 SSD。首先需要准备一张转接卡，注意选择4插接口的才能充分发挥 SSD 的性能。第二步呢，是要修改主板的 BIOS。我这块华硕主板的 BIOS 芯片是带插座的，可以轻易的把它拆下来。和直接使用官方刷写程序相比，编程器刷机呢几乎没有风险 ，BIOS 的版本升降呢不受限制，成功率更高。普通编程器的价格低廉，对于焊接在主板上的芯片呢也不用取下来。先用1字螺丝刀呢撬下芯片，注意在撬的过程中呢不要把针脚给弄弯了啊。拿出编程器，将芯片正确的装在编程器插座上并锁紧。连接编程器呢至另一台电脑，启动系统，进入桌面，在桌面呢新建文件夹，修改 BIOS 需要的文件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。刷写 BIOS 呢需要2个文件，一个刷写工具，另一个呢是将要添加的模块。模块文件呢有2个，内容是一样的，其中一个呢经过压缩，容量比较小，对于一些存储空间紧张的 BIOS 芯片呢，可以选择这个添加。接下来启动编程器软件，选择芯片型号，我这款芯片呢是万邦的64兆的 BIOS 芯片。那么看一下现在的缓冲区，那么初始状态呢它是空的，没有有效数据啊。那接下来我要读取 BIOS 芯片的内容呢到缓冲区。现在再来看缓冲区，它的数据已经发生了变化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缓冲区的内容呢保存为一个2进制的文件。这个2进制文件呢，它就是 BIOS 的备份。为这个文件来建立一个副本，取一个新的名字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要修改的就是这个文件了。打开 M2 工具，我用的版本呢是 5.07。
启动后默认的是插入标签。点击加载映像。这个地方要选择修改的2进制文件。打开之后呢，列出了 BIOS 文件的所有模块。这一列是模块的名称。在模块的名称中呢，查找这个 CSM Crawl。选择这个模块。NVMe 模块呢将添加到这里。选择 NVMe 模块。那这里注意呢，选择文件类型呢要和选项一致啊。然后点击插入。在下方列表中呢，查找这个模块，确定插入成功。保存映像，修改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将修改后的文件呢写入芯片。将 BIOS 芯片呢重新插回主板。这里要注意插入方向啊。启动电脑。BIOS 中呢出现这个选项，表示修改成功。选择从 U 盘启动，安装系统。
查看设备管理器，可以看到系统已经正确识别到了硬盘。测试读写速度。